你听说过 Circle 吗？就是发行 USDC 稳定币那家公司，最近股价跌得有点惨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这整件事可能跟美国一个高达37兆美元的国家级大棋局有关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扯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这个超有趣的投资观点。好，我们先直接看数字。你看 Circle 的股价从最高点差不多$300，直接腰斩，再多一点掉到现在的117块。哇，这跌幅超过60%呢！老实说，任何投资人看到这种线图，心里都会毛毛的吧？所以啦，问题就来了，这跌了60%，到底是个超级大警讯，叫我们快跑，还是说，这反而是个100年难得一见的捡便宜机会？想知道答案，我们得把眼光放远一点，格局拉大一点看。要真的搞懂 Circle 的价值在哪，我们得先跳出什么比特币、以太坊这种小圈圈，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像阴谋论，但逻辑上又很有意思的理论——美国的稳定币大战略。故事的起点是一个你我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天文数字，37兆美元。没错，这就是美国现在背在身上的国债总额。这个数字大到很难想象，而且它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大麻烦。那美国要怎么还这么多钱呢？这就有趣了。你看，连俄国普丁的顾问都出来讲话了。他说，美国其实正在偷偷用一个新玩意儿，也就是稳定币，来帮他们这37兆的债务创造需求。这话讲得很有意思哦。这个策略听起来很玄，但运作方式其实超级简单，大概就3步。第一步，让全世界的稳定币市场越来越大。第二步，像 Circle 这种发行商，法律规定他们每发1块钱稳定币，就必须买1块钱的资产来当保证。那买什么最好？当然是美国公债啦。你看，这就直接接到第3步了。这等于是帮美国国债创造了一个源源不绝、遍布全球的超级大买家，是不是很聪明？好，如果这个稳定币大战略是真的，那你想想，谁会是最大的赢家？当然是站在风暴最中心的那家公司嘛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焦点拉回到 Circle 身上。想搞懂 Circle 的角色，你就要先知道什么叫1对1支持的稳定币。讲白了就是 Circle 每发行一颗叫 USDC 的数位币，它的银行户头里就必须存进1块钱美金等值的资产。那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美国公债。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关键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 Circle 根本不只是一家加密货币公司而已，它实际上已经是美国公债市场的一个超级大户了。它的整个商业模式跟美国的国家金融战略可以说是完美地绑在一起。而且你看哦，美国还推了一些法案，像是这个叫 Genius Act 的，白纸黑字规定稳定币发行商，你手上的储备必须是高品质的。这根本就是用法律在帮 Circle 的商业模式背书嘛。意思就是 USDC 用的人越多， Circle 就得买越多的美国公债，它在这个大战略里的角色只会越来越持重。OK， 好，理论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但我们是投资人嘛，总要看数字。这个所谓的战略契合到底能值多少钱？这个投资机会到底有多大？来，我们直接看数据。大家看这张图，这就是整个投资论点最核心的地方。你看左边 ，Circle 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大概是270亿美金，但是你看右边，它发行跟管理的 USDC 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总价值竟然高达700亿美金哦！你有没有发现怪怪的？一家公司的市值竟然比它管理的钱还要少这么多，这中间的估值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而且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还没。根据一些资料来源的预测，整个稳定币市场未来还有可能成长10倍、20倍，甚至是50倍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市场真的长那么大，那现在这个估值差距，未来会被放大到多么夸张的地步？现在的价格回头看，可能真的就是地半价了。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从国家级的宏观战略一路谈到公司的估值。其实整个投资论点说穿了，就是在赌一个非常简单的长期趋势。当然了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。那赌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就是美国公债整个崩盘，美元信用破产。
不过老实说，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，这在未来30-50年内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。所以投资 Circle， 换个角度想，其实是在赌美国不会倒这个前提下，去享受加密货币市场成长的红利。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最后真正需要你自己问自己的，其实就只有荧幕上这个问题：你相不相信，在未来的5到10年，全世界用稳定币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市场会继续成长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一个肯定的会，那么投资 Circle 的理由或许就从未如此清晰过。